而让我们以命相护。助我生前期待御史大夫夜里竭力换张东西。承旨已探查清楚，粮草就在此柴后方。传令下去，大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碰到老丹的、丧丹的，给我往死里砍。好。余下的分成2队，一队让到对面策应，听信号，动手。大佬，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还有撇了甲的，退吧。不急，发力士了，就只拿了那条大鱼。走，嘿，跟着大老冲！尔等男人甚是无趣，难怪节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太尉，南战失火！什么？南战？将士们，多喝口酒，暖暖身子，壮壮胆儿啊！喝酒吗？喝。
启禀主帅，末将率18指挥自营后出寨向东，绕过阴山，沿南清河向西折，焚毁了狰狞屯粮的南寨。你的18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而让我们以命相护，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换张东西。小畜生，用兵之道，守在池中。可是你一贯的行险夺命，自己献了便也罢了，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坏了我守城大计。你有几个脑袋？我梁之罪，滚下去带队！啊！此人该如何处置啊？他是契丹贵族，除了令公，谁敢处置？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带下去！来人！在。这次多亏了大郎，给他撕一条羊腿，端一盆热汤过去。诺。喝酒吗？痛快。赵匡胤，字元朗，正是在下。郭荣，字俊伟，卓太尉家的千里马，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小司空不胜酒力吗？没看见在喝吗？司空就是司空，喝起酒来也是1分3厘以上的技巧啊！什么司空不司空？小弟钱洪处，字虎子。哎呀，有你在身边，夜间急切的时候，马上都不用出门了。去你的！大郎，大郎，这儿呢。哪儿来的？太尉赏你的，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滚！不白喝你的，一起吃。好久不客气了。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小岁之夜。10年前的小岁，父王问我，此生何所愿？我那时好玩，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我要出海，我想去看看山海经里的鲲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天下的阿弟都一个样，心里明明开心的紧，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我10岁那年，也是小岁，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我说万军之中，鸣笛能陷阵，成为我之功，远足矣。当年便是一顿好打。你呢？你想要什么？问你话呢？没有。真无趣。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当日便不救你了。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晋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
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接朕。父亲心中可有所憾？狗太尉怎么说？他说：“高绝后路，无足论。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于愿足矣。”好美啊！在宣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第10日了，只怕过了这个冬天，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天寒地冻，守城固然艰难，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城墙可视，人心不可视啊！虽初几日，凭着一腔义气热血，一番高绝后路，尚可支应。如今10日过去了，渭南多变，人之常情。再加上天寒难耐，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倒是朝廷这边，号称征硕，有一个天子，却与没有一般了。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苦撑危局。京师之外，谁还在乎这个朝廷？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外无必救之兵，则内无可守之臣罢了。守了10日了，
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不能议和呀！有没有坚守？不能比以死相守，对吧？我等必将以死相守。林公，令公，来了。文肃，令公，打开重元殿，上朝。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回去冯令公复命吧。你说什么？整肃兵马，撤回到皇城里。撤回去？那这城呢？不守了？当日令公颁下的军令，便是守城10日。如今10日已满。君贵兄，你是在与我说笑吗？殿老，撤军吧。趁着现在张燕走到军队还未调动，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碧血11日，死了的、活着的，都是好汉子。殿下，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余下这些弟兄，不当枉死。枉死。守城那一日，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岸边18个指挥是2221人。如今只剩下800余人。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柴军贵，柴军贵，你们真他娘的无耻！不会有援兵的。我知道，再守下去，也是一样的结果。我知道，没有副帅的将令，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太尉有令，全军撤回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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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郎，咱就这么走了？娘的，我怎么这么不能？再打也打不动了。撤！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行了。为契丹会同10年，岁次丁未元月，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请有皇王分尊北南，祭墓名誉，告谕四方。兹尔逝世，
以尽父之资，困守绝瓮，田不过一城，众不足一旅，威身猛命，自成大武。朝纲稳于内，政治昏于外，致令天下纷扰，九州板荡，恶殍盈途，触目惊心。朕心泯恻难安，唯念苍生之传，欲解倒悬之机，南州士子饥寒相望，不兴吊民之师，亲临夜变之间，期以扩清宇内，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自尔少君，荒民失子，善计纵挑，折敢抗尊，自起心端，冒读纲纪，涂炭。非尔所期，可自去尊号，迁居别业，贬为副议侯，以待明罪。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死事，以右武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全东京留守，军国庶务亦应委之。汴州官变，亲卫将校离京差遣，领遵军命。有作奸犯科、狂悖上者，朕岂令五行之诛哉？亲哉，勿负朕望，贤使之需。这便完了吗？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明白，没有援兵，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既如此，10日之前又是何必？为了一个体面，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值得吗？杜陵公阵前降敌，张彦泽奔袭京师，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鼎革大宝，君临天下。效仿先帝，也做儿皇帝吗？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杜陵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此国贼也，汉贼不两立，人心沦丧，无忠无义。在胜负面前，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而抛弃义。苍生社稷，忠孝节义，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这世上啊，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你若不算，你便不配站在这里。令公和相公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北国势大，中原衰微，在大多数人眼中胜负已定。若让尊兄来选，是压朝廷，还是压契丹呢？可令公与桑某却只能压朝廷。这10日之战，便是要告诉天下人，在此人心背离之际，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我家奉令公副率军灭，率军驻守阜城，前后共计10日，战没671人，战伤732人。现奉命归城，
向令公与副帅教令。该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去老夫府上，把家人接回去吧。谢过令公。末将殿前承旨，侍卫秦军第18指挥，中书门下堂后侍卫秦从官，待遇器械赵匡胤。恳请令公顾念军心，体恤褒奖战没战伤和有功士卒。小畜生，宫阙之下，岂是你胡闹的地方？令公，全词无状。拿来。令公要的是什么？战没有功将士名册。还未写好是吧？不放，老夫等着。战没战伤的将士需要抚恤，有功的将卒需要褒奖。这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也是要做的事。即刻带几人前去令公府上，把你娘和你弟弟接回家吧。